这是一个神话。如果这个世界有神的话，那么边缘人就是神。以下就是我受这个社团委托，首度全揭秘这个组织的创建与成长。这个社团名字叫边缘人。为什么叫边缘人？因为我们是游离于这个社会各阶层的人，我们渗透这个社会的任何阶层，又不属于这些阶层。现在请你来，就是用你的笔讲述我的过往，以此缅怀我永远失去的那些人。我的故事需要有人倾听，我的事迹需要有人追寻。边缘人是一个社团的名字，这个社团在官方没有任何记录，全世界也只有屈指可数的几家豪门贵族的掌门人略有所闻。截至2012年底，边缘人在中国拥有18座资源量约1000亿吨的矿田，分布在北京、上海、深圳、厦门等10余个发达城市，合计总面积约25000平方的临街门市，纽约华尔街2栋商务写字楼，东京6家顶级会所，南非占地面积5公顷的钻石原矿，还有不计其数的上市公司，约合300亿美金的股票。社团成员没有血缘关系，也没有贵族背景，他们来自民间，而且普遍都有苦难的童年。任何成员均不得参加任何形式的政治活动，也不屑加入什么富豪俱乐部。当社团渗透欧洲市场初期，国际财阀们发现有人在吞噬他们的利益，开始寻找这个对手，却始终一无所获。他们就像影子，你永远看不清，却始终在你身边。该组织核心成员目前只有8个人，1年前是9个，2年前是5个，3年前是3个。自从成员之一张笑死后，现在好像并没有吸收新成员的打算，即便是我也没有资格。正是这几个人用12年的时间创造了这个资本帝国，直接或间接地控制着这个世界的一部分资本运营市场，包括每年有1万名来自世界各地的孤儿被这个组织接收，并接受世界上最好的教育，而且每年这个数字都在增长。现在共有3万名孤儿分布在几个无名小岛的地下建筑里生活学习，他们最终将以自身所学回报社会，帮助更多需要帮助的人。他们中4个中国人，2个美国人，1个韩国人，1个日本人。很幸运，社团的boss是中国人，而且只有27岁，其他人的平均年龄也在这个区间。这是一个神话，如果这个世界有神的话，那么边缘人就是神。以下就是我受这个社团委托，首度全揭秘这个组织的创建与成长。当然，他们的名字也都是假的，甚至有一些内容也都经过了必要的处理。万千苦衷，希望大家能够谅解。各位可以当一个故事、一本小说读完，如果你认为是假的，那就是假的。开始讲述之前，有2件事向大家说明一下。第一是笔者何德何能得以受此委托为这个伟大的组织写传。以社团的实力，中文版完全可以找莫言，英文版可以找丹布朗，就算是想写玛雅文也不是什么难事，有的是酋长应聘，凭什么就找我？说起来有点惭愧，就因为13年前笔者对边缘人的大彪子有过一饭之恩，不好意思，就是一饭之恩。当然事情也不止这么简单，在和社团成员张笑熟了以后，一次闲聊天的时候，他有意无意地透露，实际上社团秘密监视试探了笔者2年，700多天的日子里，笔者都是在卫星监视中度过的，一举一动都有人做记录，生活工作中的几次波折也都是刻意的安排。比较变态的是，就连做爱的频率、体位、时间都有专人记录。最后社团得出一个结论，此人可以完成重托，这才正式接触笔者。记得有人说过，成功人士都有病态的偏执，我现在深信不疑。下面讲一下一饭之恩。那是在13年前一个普通的下雪的晚上，那年笔者读初中，成绩很差，就是一个不学无术的在校小盲流。和往常一样，下晚自习走路回家，必经之路有一片乱葬岗，每次走过都是一身白毛汗。没办法，咱是农村人，不住在城里，
出身没选择，过乱葬岗更没选择，谁让咱没钱住校来着？那晚特别冷，10几年前东北的冬天可真不惯着你，说冻死你就冻死你。我孤独地走在雪地里，双眼紧盯着脚面，头也不敢抬，更别说往乱葬岗那看了。北风那个吹，大鼻涕这个流，人有时候就是有个越害怕的东西越想看的毛病。就好比小时候看《聊斋》，躲在老爹怀里吓得哆哆嗦嗦的，还眼巴巴的看，越看越害怕，越怕还越想看。当时我就是忍不住往乱葬岗看了一下，当时我吓得差点就尿了。我看到一个坟包边上窝着一个黑影，妈呀，鬼啊！头皮刷一下就炸了。我呆站在原地，死盯着那团黑影。可能有人会说，跑啊，傻缺。我只能说那是你没惊着过，事实是腿早软了，根本动不了。就这样对峙了有一会儿，我似乎听见一声微弱的呻吟，那黑影动了2下，惊魂未定中，我看见雪地上有一行浅浅的脚印，好像是个人呀。那人好像也看到了我，他就像抓到了最后一颗救命稻草一样，低声地喊了几声救命，而且越来越低，似乎用尽了全身的力气。缓过神的我终于确认这是个人。我本想一走了之，可看他那要死的出，又迈不开步，百般纠结下，我决定还是过去看看。走近一瞧，这哪是个人呀？戴个破棉帽子，帽子还缺个耳朵，黝黑的闪闪放光的脸，根本看不清哪是眉毛哪是嘴，一身破的不能再破的大棉袄，大补丁盖着小补丁，四处透着黑棉花，棉裤都看不清什么颜色的，蹬着一双北方棉鞋，可能是太大，露出脚踝，如果那算脚踝的话，倒像2节枯树枝。他无力地抬抬手，好像有话要说。我低下身，和他保持一个身位的距离，做倾听状。他缓缓说，救救我，3天没吃了，给一口吃的吧。我看他肯定没有伤害我的意思，更没有伤害我的能力，心也就放了下来。突然想起带的午饭没吃，真是谢天谢地。我急忙打开书包，把铁饭盒拿出来，递给他，你吃吧。那人看到满满一饭盒的米饭和鸡蛋咸菜，当时就像变了一个人，眼里放出的光能照耀全球。他不知哪来的力气，一把抱过饭盒，一把把的往嘴里塞，噎得直翻白眼儿。一顿风卷残云，他抹了抹嘴，人也明显恢复了生气，最后还抓了一把血，认真抹着饭盒里的几粒饭粒，握成团一口吞进嘴里。忙完这一切，他不舍得把饭盒递还给我，双眼中充满感激地说，没吃出来啥味儿，还有吗？我没说话，翻了他一眼，接过锃亮的铁饭盒，装进书包，起身想离开。哎，兄弟，你家住在前面村吧？有能住的荒房子没？听他的声音好像跟我差不多大，想想怪可怜的。我想了下，村边香瓜地里有个窝棚，荒废着，应该能对付一晚。就跟他说，有一个窝棚能住人，就在村边上，进村的时候指给你。好嘞。他直起身，拍拍屁股，跟着我。一路上我们没说话，跟个要饭的能有什么共同语言？就这样一前一后的走着，可我能感觉到他一直在注视着我。10分钟后，走到村口，我站住，指着远处香瓜地里的一个黑点说，就那儿，行吗？他向远处看了一眼，又面对着我说了一句当时没听懂的话，然后转身走了。我注视着他佝偻的身影渐渐变成另外一个黑点，心里很酸楚。多年后，在语文课本上我才看到他当年说的那句话。他说，苟富贵，吾相忘。第2件要交代的事情是，边缘人为什么要冒险披露社团的成长和发展历程。在飞往拉斯维加斯的豪华私人飞机上，大彪子，我不能说他的名字，在这个故事里，他的名字叫流沙，和我说了原因。大钟，我的小名，很高兴你也成长起来，我能和你坐下来谈这个事情，说明我已经非常信任你。你应该知道，在人和人之间能讲出信任，
那意味着什么？我似懂非懂地点了点头。在他面前，我总觉着很局促。他的眼神深邃得像海一样，让人不敢对视。我的社团名字叫边缘人，为什么叫边缘人？因为我们是游离于这个社会各阶层的人，我们渗透这个社会的任何阶层，又不属于这些阶层。现在，请你来，就是用你的笔讲述我的过往，以此缅怀我永远失去的那些人。我的故事需要有人倾听，我的事迹需要有人追寻。当然，我现在拥有的这些，获取的并不光彩，所以你不必记述我的名字。这只是一个边缘人的故事。大钟，金钱所能给予你的只有冰冷。世上总有一种情怀值得你终身铭记，而你是我铭记的一部分。你不要急着拒绝，更不要轻率下笔。你先和我的兄弟姐妹共同生活一段时间，等你真正明白什么是边缘人的时候，再开始吧。这段时间，我们会分别给你讲我们的经历，这些经历就是你的素材。好，今天就先这样，会有人带你去你休息的地方。等飞机降落后，你会知道拉斯维加斯除了赌场，还有很多更美的地方。流沙是一个弃婴，在一个垃圾堆里，被一个拾荒的中年男人捡到。当然，上帝是公平的，他拿走了流沙亲人的爱，却给予了他养父所有的爱。这个拾荒男子姓王，患有先天性小儿麻痹，同样有一个悲惨的童年。他是一个孤儿，在孤儿院里长大，左手畸形，而且控制不了右腿，还有轻微的面瘫。不会有一家工厂会给他一份工作，为了维持生计，他只能靠拾荒为生。在他心目中，流沙就是老天可怜自己，送给自己的儿子，因为以他的状况，是绝不可能会有女人下嫁的。他的命运必将是孤独的死在垃圾堆里，或死在去垃圾堆的路上。可是现在不同了，这个孩子可以陪着他，他对生活又有了希望。老王也积攒下一些钱，靠着卖一些破烂，他攒下2000块钱，最大一张票是5块的。这么一大笔钱全部缝在他的棉袄夹层里，里面还缝着一张他托人写的一张纸条，上面写道：好心人，如果你在我的尸体上看到这些钱，请你拿走，只求你一件事，把我埋掉，留个全尸。老王抱起饿得嗷嗷叫的小襁褓，一时有些束手无策，哭得这么厉害，肯定是饿了，应该找些奶粉喂着孩子。打定主意，老王艰难地往他搭的小棚挪步，一个残缺的躯体承载着一个生的希望，开始了一段漫长的旅程。时光如梭，岁月飞逝，一晃过去6个春秋。老王57岁，流沙4岁。由于岁数的增长和长期的营养不良，老王的身体每况愈下，他已经不能适应北方冬天寒冷的气候了。于是在2年前的一个冬天，爷俩踏上了开往春城的火车。检票的时候还闹了一个插曲，铁路民警看着残疾的老王领着一个穿得破破烂烂的小乞丐，就怀疑他拐卖儿童行乞，加上老王没有身份证，更无法说明和小孩的关系，盘查了很久不准放行，还拽他们去问巡视问话。老王心急如焚，可说话又不利索。这时流沙上前拽了拽民警的衣角，扑通跪在地上，边磕头边说：叔，你放了我爹吧，我爹是好人，我真是他儿子，求求你了。求求你了。民警被这阵势造一愣，一时间围上来一大帮看热闹。民警可能担心影响不好，又有些动了恻隐之心，一把拎起流沙，给他拽拽衣服，说：娃，叔没说你爹是坏人，那你们过去吧，看好你爹。走吧走吧。得到赦令的流沙赶紧抹掉眼泪，搀着老王往车厢走去。老王的破棉裤兜里多了一个钱包。那年流沙4岁，春城顾名思义，一年四季温暖如春，只是冬天总会下起淅沥沥的小雨，给人感觉透心的凉。老王领着流沙四处找安家之所，先前去了几个大一点的垃圾堆，都被人先占了，他们只好到偏远一点的地方落脚。流沙趁老王不注意，翻出那个倒霉蛋的钱包，
里面有300块整钱，还有10来块零钱。他把钱掏出来，顺手把钱包扔掉。刘莎并不知道这是犯罪，这是老家垃圾堆的邻居比他大6、7岁的小强教他的戏法。小强说只要用这个戏法，马上就有钱花了，也能吃饱饭，还能给老爹买药吃。于是懂事的刘莎开始按小强教的天天练习，就算是手被刀片划得血流如注也不间断。这些老王是不知道的，因为小强说过戏法不能让别人知道，知道就不灵了。刘莎铭记于心，手法日渐娴熟，怎奈他毕竟只是一个4岁的小孩子，再加上营养不良，站着还没板凳高，够不到别人的兜，所以就极少有机会变戏法。平时也就是老王抱他的时候，拿老爹练练手，拿出来放回去。临走前，小强来送行，2个手腕缠着厚厚的绷带，人也没有一点精神。老王关切地看着他，他苦笑了一下说，手被坏人剁掉了，现在只能要饭过日子。小强特意低声小声嘱咐刘莎，要照顾好你爹，教你的戏法不到没活路的时候不要演啊。刘莎轻声答应。多年以后，刘莎回到那个垃圾堆找小强，那里已经起了一些新楼房。听住在附近的老人说，小强在他走的第2年春天伤口感染死了，死前身上只有一条裤衩，尸体是政府火化的。春城的天是晴朗的天，春城的人民好喜欢，可适宜的气候对老王的气管没起到什么大作用，一直喘啊喘的。临着垃圾堆搭好窝棚后，他们就住了下来。刘莎蹦蹦跳跳到药店里给老王买回一大堆药，老王不解的磕磕巴巴问他哪里来的。刘莎说谎说是去要饭的时候路过药店，大夫可怜他给的。生活还要继续下去，被病痛折磨的死去活来的老王卧床不起，再也不能出去讨生活了，活下去的重担就落在幼小的刘莎身上。每天早上刘莎6点钟起来，走1里路去火车站乞讨，到7点多钟如果能要个10块8块，买1碗豆浆几个包子，返回垃圾堆旁的家和老王吃早饭。当然有很多时候是要不到1分钱，那就只好饿肚子。饭罢再回到火车站继续乞讨。老王交代过，中午不必回去，午饭他是不吃的。他每次都嘱咐刘莎要吃中午饭，因为爷俩知道钱只够1个人吃，刘莎正是长身体的时候，需要营养。每天3点前，刘莎一定要赶回去。他放心不下老王，老王也担心儿子在外面有什么意外。就这样，每天刘莎能要到20块左右，那他们晚上就能吃到白菜豆腐和米饭，还能维持老王吃药的花费。傍晚的时候，刘莎会在垃圾堆转一转，偶尔捡到一些还没全烂掉的水果、破衣服、鞋子什么的。可她最喜欢的还是花花绿绿的图画和破旧的报纸，虽然并不识字，但捧着这些东西总让她觉着很舒服。日复一日，让老王欣慰的是，儿子很健康，也很快乐。虽然大部分时间是饿着肚子，但是儿子从来没有抱怨过，更没有一次嚷过饿。要是有好心人给个50、100的时候，刘莎就像得胜的将军一样紧攥着，跑回家塞到老王的手里。一晃2年过去了，老王在儿子的照料下渐渐恢复了体力，已经可以下地走路了，但是还不能走太远的路。刘莎依旧每天在车站和家里奔波。乞讨实际上是一个体力活，因为你永远不知道哪块云彩下雨。刘莎的目标是车站广场上闲逛的本地人，基本上每10几个人就有给1块或者几毛的，而赶车的旅客往往会以赶车为由拒绝施舍，就是跪在地上磕破头也没用。这2年刘莎也挨过几次欺负，偶尔会有小混混抢她的钱去打游戏机，给不给都难免一顿拳打脚踢。也有喝多的醉汉拿她取乐，假装给钱，看他一伸手就拿烟头烫他的手。而最让刘莎恐惧的是怕碰到人贩子，因为老王无数次嘱咐过他千万不要吃喝别人给的东西，也不能跟陌生人走，
如果有人硬拉你，就大声喊救命。好在近年来国家严厉打击拐卖妇女儿童，刘莎才幸免于难。当然也有好事，2年的乞讨，刘莎成了车站附近居民较为熟悉的面孔。很多人知道了这个孩子很可怜，还要照顾重病在身的老父亲，所以看到孩子从店前走过，偶尔也会给他1块2块，有时候是1碗米饭，或者是2个鸡蛋。刘莎接过这些好心人的施舍，都会跪在地上给人家磕一个头，感谢救助之恩。此情此景引起了一个人的注意，此人在刘莎的一生中起了极其重要的作用，没有他也就没有将来拥有富可敌国资产的刘莎。这个人改变了他的一生，他就是刘莎的启蒙恩师赵恩伯。赵恩伯已年逾古稀，曾是一个1流的教育家，2流的作家，9流的父亲。他没有教育好自己的儿子，20年前唯一的儿子因为杀人罪被正法，老伴也因为这件事撒手人寰，留下他承受痛苦，反思自己此生的过错。现在是一个风烛残年的老人，生命的尾声都是在车站广场的座椅上沉湎回忆度过。赵老注意这个小乞丐已经很长时间了，有几次还给过他一些零钱，也从邻居那里听过一些这孩子的事情。特别是听到他跪在地上喊爷爷的时候，赵老的心都会抽动一下。但凡国学大家都必定精通易学，但凡精通易学都对占卜、测算、面相有一定了解。赵老观察过几次这个孩子，中宫挺直，天圆地方，火神水旋，面无菜色。他日定位居人中龙凤，是帝王之相。赵老活了70余年，没见过此种面相。看着这孩子渐渐长大，赵老更加坚定自己不会看错。于是他心里萌发出一个想法，并研究了1年实施计划。他打算拿这个孩子做一个教育实验，在他身上弥补对儿子的教育缺失，教育他成长为当世枭雄。一个艳阳高照的清晨，赵老照例坐在广场的老座位上晒太阳，等着小乞丐的出现。没一会儿，刘莎出现在他的视线里，跪在离他不远的地方行乞。赵老缓缓站起身，到卖早点的小贩那儿买了2碗豆浆，一些油条放在小贩的饭桌上，喊刘莎：“哎，小朋友，你过来。”因为职业习惯，刘莎早已练就眼观六路，耳听八方，知道那个白胡子老人家在喊他。他蹭一下站起身，跑过来，低着头站在赵老对面，没说话。赵老慈祥地看着他，伸手摸了摸小家伙半年没洗过的小脑袋，关切地问他：“孩子，饿了吧？愿意跟爷爷一起吃饭吗？”刘莎抬起头看看他，又看了一眼冒着热气的豆浆油条，咽了一口唾沫，摇了摇头，扑通一声跪下了：“爷爷，我不能吃，爹不让我在外面吃别人给的东西，你能让我拿回家和我爹一起吃吗？我吃了，爹就没有吃的了。”赵老一阵错愕，赶紧扶起他，问：“那你爹在哪里呢？你能带我去看看吗？”刘莎赶紧说：“就在前面不远，我领你去吧。去了你就给他1点钱就行。他腿不好，不能多走路。”一老一少打包了2份油条豆浆，往老王住的窝棚方向走去。在路上，赵老问出来这孩子的名字和家里大概的情况。走了大概10分钟，到了一个山一样的垃圾堆放地，老王的窝棚就搭在垃圾堆旁边，四处弥漫着腐败的气息。赵老不禁掩住鼻子。这时，老王正在窝棚边一步一挪地收拾着捡来的破烂，等刘莎把早饭买回来。刘莎一蹦一跳地跑到老王身边，拽他看领来的陌生人。老王很诧异，不明白这老人家为什么来看他。赵老缓步上前打招呼：“你好啊，孩子领我来看看你，听说你们过得不易啊。”老王颤悠着咧嘴，吃力地说：“谢谢，进吧。”他把赵老让进窝棚，3个人挤进低矮的窝棚里，席地而坐。赵老环视了一下窝棚，大约有个5、6平方，地上铺着一床破败的棉被，黑棉花4件，地上支着一个小火炉，里面的柴火噼啪地烧着，火炉上面坐着一个歪把铁壶，
壶嘴呼呼冒起热气。在旁边是堆的一些破烂衣裳什么的，挨着衣服放着一个只有3条腿的小桌子，没腿的地方垫着几块砖。流沙接过赵老拎的豆浆油条放在桌子上，喊他爹吃饭。老王坐在地上没动，爹不饿，娃吃。赵老看着老王，更加坚定了内心的想法。2个人唠起嗑来。老家是哪啊？东北。你这是什么病啊？小儿麻痹症。孩子他妈呢？死了。你身体这么不好，孩子还那么小，你能养活他吗？能。小孩说他6岁了，该上学了呀。没有钱啊。老王说完，面带愧疚地看了一眼正狼吞虎咽的儿子。老赵说，是这样，我在火车站附近的小区住，原来是师范学院的教授，我看这孩子很聪明啊，你愿意让我教他识字吗？此言一出，真是说到老王的心坎里了。看着孩子一天天长大，他早就想过孩子上学的问题，要让他识字有文化，不能毁在自己的手里。无奈这几年病魔缠身，糊口都要靠孩子出去讨饭，实在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哦。这下好了，正愁没人教，天上掉下个粘豆包。老王激动万分，急忙欠起佝偻的身子，喊流沙，儿子磕头，你能识字读书了。老王边说边跪在地上给赵老磕头。赵老赶紧扶他，说不要这样，不要这样。他们说的话流沙听得一清二楚，心里当然满心欢喜。捡来的那些报纸是指认识他，他不是认识他。如果学了识字，就能给老爹讲故事听。可是转念一想，流沙抹抹嘴，小脑袋摇得像拨浪鼓，还是拒绝了。爹，我不学字，我要是去学字了，就没人管你了。不学。这话气得老王一阵抽搐，使了半天劲蹦出俩字：混账。赵老听孩子这么一说，很感动，他没想到这孩子居然这么孝顺。他想了一个主意，好孩子，百善孝为先，你做得对。你看这样好不好？以后你每天早上要到前回来和你爹吃完饭，再来爷爷家里来学知识，午饭和爷爷一起吃，你爸爸也和咱们吃的一样，你给他送过来，天黑前你回家，好不好？啊，你爸爸吃的药你不用担心，爷爷有医保卡，不用花钱就能给你爸爸买药，你看怎么样呀？流沙听罢，一头磕在地上，朗朗的答应：爷爷，我愿意学。老王在旁边早已泪流满面，有盼头了。就这样，流沙开始了求学之路。第一天，流沙早早饭罢来到赵老的家。赵老住在一个普通的居民楼里，90多平方的房子，屋里的陈设很简单朴素，也就是一些很普通的家用电器。比较特别的是，客厅里立着一个很大的书柜，里面满是各种经史子集，就连沙发、厨房的饭桌、屋里的床上、地板上都堆满了各种书籍。原来赵老视书如命，一生的积蓄都用在买各种书籍上了。老伴生前曾无数次表示过对这种狂热的不满，但赵老始终我行我素，特别是退休后，退休金也被他用在买书上。流沙被眼前浩如烟海的书震惊得目瞪口呆。赵老自打接他进屋，神情就一直非常严肃。流沙自小乞讨生活，最早学会的就是看别人的眉眼高低，他也就很乖地立在客厅默不作声。赵老站在一幅人物像前，冲流沙招招手说：孩子，你过来，对着这个人磕3个头。流沙乖乖地上前屈膝磕头。赵老让他起来，跟他讲这个人物。孩子，你跪的这个人名字叫陶行知，他是一个伟人。伟人就是一个做大事情的人。你能站在这里听爷爷教给你文化，让你不再是一个无知的人，而是做一个对社会有用、对国家有用的人，那你就应当感谢他。陶先生精神由我们传承，在将来也要靠你们传承下去。孩子记住他说过的一句话，也要终身铭记，更要刻到骨子里。人生办一件大事来，做一件大事去，明白了吗？流沙虽然懵懵懂懂，
但知道画像里的这个人是一个了不起的人，是和老爹赵爷爷一样了不起的人，那他的话一定是有道理的，就该记住，并永不能忘记。明白了，爷爷。赵老微微颔首，笑着说：流沙，今天开始你就不能叫我爷爷了，你要叫我老师，这就是对爷爷最大的尊重。流沙懂事的应道：是，老师。从这一天开始，流沙踏上了求真之路。